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知道吗？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武器，其实不一定是飞弹或是战车，而是那种能够直接操控你大脑跟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深聊的药理学上的不对称作战。当我们回顾二战，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通常是战略、武器，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对决，对吧？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神经化学的视角来重新解构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哦。而且这绝对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故事而已哦，它其实非常深刻地连接到了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经历的认知控制与注意力争夺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把这段被刻意隐藏的化学历史完完整整地拆解给各位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必须先问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当年德军那种势如破竹，简直超越人类体能极限的闪电战呢？这个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超级巨大的矛盾哦。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纳粹德国在欧洲可是建立了一个首屈一指的反毒政府，他们极度推崇一种纯洁身体跟血统进化的意识形态，但在这种表面上极度强调身体洁净、拒绝任何毒素入侵的社会氛围底下，他们却在暗地里运作着一个完全相反的系统。这个表面跟实际上的巨大落差，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解开的第一个谜团。第一部分，我们就来谈谈纳粹的药物为善。这是一个表面纯净，暗地里却疯狂用药的极端案例。重点来了，任何集权系统为了维持它统治的合法性，通常都会去塑造出一套完美无瑕的道德假象。当时的德国台面上高喊着要把所有的毒素从国民身体里赶出去，但实务上呢，一个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还要像齿轮一样高效运转的社会，光靠精神喊话是绝对撑不住的啦。为了让人民扛住这种超载的压力，统治者就把脑筋动到了化学物质上。当时有一家叫做泰姆勒的制药公司推出了一款名叫博菲丁的药物。这东西里面装的不是别的，正是纯度极高的己基安非他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冰毒。但在当时，这玩意儿居然被当成神丹妙药，直接向大众市场疯狂推销。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柏林，很多德国人早上起床不是喝一杯热咖啡提神，而是直接吞下一颗己基安非他命药丸来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根本就是一场由资本主义跟集权政府联手推动的社会集体成瘾。更夸张的是这个数字9，当时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含有高达9毫克甲基安非他命的特制巧克力。9毫克耶，这个剂量用现代医学标准来看，真的非常惊人。而且这种巧克力还是专门针对德国的家庭主妇去行销的。在当时那个父权体制下，女性被要求要完美的打理家务、照顾小孩，还要维持家里绝对的整洁。为了让这些主妇可以不知疲倦地完成这堆繁重的家事，这种化学巧克力就成了他们的超级好帮手。这真的完美展现了集权系统是怎么利用化学物质去填补制度硬压在人民身上的超载压力，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被药物驱动的机器。接着进入第二部分，化学闪电战。我们把视角从民间转向战场，来看看这个消灭睡眠的军事计划。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拿破仑曾经说过，战斗的胜负往往决定于最后的15分钟。德国军方非常清楚，要执行那种高速推进的闪电战，部队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敌军的子弹，而是人类大脑跟肉体必然会产生的战斗疲劳。大家仔细听这个超扯的规模。在1940年的春天，也就是德国准备对西线发动全面攻击的前夕，德国陆军居然一口气订购了高达3500万剂的博菲丁药丸。当时德国的战略是要穿过地形超复杂的阿登森林，唯一的胜算就是军队必须连续3天3夜不免不休地推进，在英法联军反应过来之前直扑法国腹地。为了达成这个完全超越人体极限的战术，这3500万剂的冰毒就成了整场战役最关键的后勤物资。这种极端的状态真的是完美定义了什么叫做药理学上的不对称作战。我们来对比一下当时双方阵营的军队规定，你就懂了。当时法国军队延续了一战的传统，规定每位士兵每天可以配给1/4公升的红酒。红酒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喝了会让人放松，甚至有点微醺。但是另一边的德国军队呢，他们是规定士兵要服用高达50毫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你试着想象一下那个荒谬的对比，
一边是喝着波尔多红酒，乖乖照着生理时钟作息的法国士兵，另一边却是瞳孔放大、心跳加速、连续3天3夜没睡觉、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德国军队。这种化学物质带来的不对称优势，瞬间就撕裂了传统的战术防线。来到第3部分，希特勒的化学地堡，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领导阶层是怎么在化学物质的包围下崩溃的。我们常常以为独裁者都是那种绝对理性、冷酷无情的计算机，但事实上，完全不受制衡的权力，往往会带来极度的焦虑跟身体的严重耗损，最后迫使领导者走向药物依赖的深渊。我们来梳理一下希特勒的化学沉沦史。1936年，他遇到了一位名叫莫雷尔的私人医生。一开始，他还只是吃益生菌来治疗慢性胃病，但到了1941年，为了维持那种高强度的强人统治形象，他开始频繁地打维他命点滴。随着战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到了1943年跟44年，他其实已经完全沦为一个严重的药物成瘾者了。他开始要求静脉注射一种叫做欧可达的药物，这个是高度成瘾的鸦片类药物，也就是强考通。他甚至每2天就要打高达20毫克的剂量。一个整天宣传自己清心寡欲、吃素不喝酒的极权领袖，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重度毒瘾者，真的很讽刺，对吧？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你会发现，一个极权统治者的崩溃，往往是从他自己大脑的化学平衡被摧毁开始的。化学物质在希特勒的脑袋里筑起了一道超级厚的墙，彻底摧毁了他的决策能力，让他跟外面残酷的战争现实完全脱节。当战局开始恶化，他选择的不是面对现实，而是靠着注射鸦片类药物来获取那种虚假的胜利感。这种认知能力的灾难性下降，导致他开始乱下各种荒谬的战略微观决策。历史资料甚至显示，英国情报部门一度放弃了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为什么？因为他们评估之后发现，让一个大脑早就被化学物质搞坏的决策者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乱指挥，反而对盟军赢得这场战争更有利。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对比了。2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其实也是个大家都知道的酒精依赖者，但是呢，丘吉尔身边始终围绕着一个团队，这个团队能够提供最真实的情报，而且还敢直接跟他唱反调，这就展现了民主国家团队决策的强大韧性。反观希特勒，他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独裁者，待在一个绝对服从的系统里，凭借着已经被毒品扭曲的大脑，一个人独自进行各种微观的战略决策。这个强烈的对比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法西斯主义跟集权系统绝对不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控制你而已，它更是一种生理学上的工程，最后必然会把决策者逼进化学物质创造的幻觉里面。我们继续聊下去，第4部分 LSD 与心智控制。我们来看看这场追求认知控制的战役是怎么跨越冷战变成一种心理武器的。2战结束后，人类对于认知控制的渴望并没有跟着消失哦，它反而跨越了国界哦，直接潜入民主国家的情报机构里面。我们来对一下这段历史的时间轴哦。1943年，瑞士的桑多兹制药公司意外合成出了 LSD 这种超级强烈的迷幻物质。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43到44年期间，纳粹的党卫军就在达蒿集中营里面拿囚犯来进行超残酷的化学药物实验。他们试着要开发出一种吐真剂，目的就是要彻底瓦解受审讯者的思想防线。后来，纳粹这个黑暗的研究计划在战后就被美国的情报部门给拦截了。所以在194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成立之后，就直接吸收了纳粹的这些实验概念，开启了一场恶名昭彰的心智控制计划。这个计划的代号就叫做 MK Ultra， 这是一个由美国中情局一手主导的极机密心智控制专案。他们把 LSD 看作是一种潜在的终极心理武器，甚至还在美国本土直接对完全不知情的普通老百姓进行长期的秘密人体实验。他们等于是接手了纳粹党卫军还没完成的企图，想要找出能够破解人类大脑、强行植入指令或是彻底摧毁个人意志的化学配方。
当时为了垄断这项技术，美国情报机构非常强势的介入，直接挡下制药公司不让 LSD 作为一般医疗药物在市场上流通，因为他们就是要把这种物质当作国家最高机密的战略武器来囤积。从这一段毛骨悚然的历史里，我们必须提炼出一个更深层的哲学观点，也就是所谓的生化高墙。当一个政府动用国家力量去强力禁止或是垄断某些能够改变我们认知状态的物质时，它背后最核心的动机往往不完全是为了保护国民的健康而已，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绝对秩序以及思想上的绝对控制。这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硬生生限制了我们大脑可以经历的状态。历史不断在告诉我们，统治阶层对于那些能够引发人们进行深度思考或是挑战既有框架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恐惧的。所谓的禁止，很多时候只是权力系统用来规训公民行为的一种管理工具罢了。聊完了过去实体的化学控制，第5部分我们必须要把焦点拉回现代，谈谈该如何捍卫你的神经可塑性。各位，虽然二战那种实体的化学地堡已经走入历史了，但现代社会的认知控制其实变得更加隐蔽。它早就完美融入了我们每天都在滑的手机、科技产品，还有无止境的资讯流里面。在这一场现代的防卫战中，你手上最强大的盾牌就叫做神经可塑性。简单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脑能够根据环境跟经验，不断去重组、适应，然后建立出全新神经连结的强大能力。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高度动态、会自我进化的有机体。一个具备高度神经可塑性的大脑会充满创造力，能够轻易打破僵化的思维。正因为这样，神经可塑性在本质上就是我们用来对抗权威服从、抵御集权控制最核心的防御机制。但是呢，我们现在身处的许多数位系统，其实都在无形之中惩罚，甚至在扼杀我们的神经可塑性。当我们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被死死地锁在固定的轨道上，每天只接收同温层的资讯，只做重复的反射性反应时，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演化的弹性。任何一个压抑多元思考、要求大家绝对一致的系统，最终必然会制造出极端主义跟盲目的服从。当大家的大脑都习惯了单一的刺激来源，渐渐失去处理复杂问题或是同理他人的能力时，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超级脆弱，非常容易被操弄。就像历史研究者诺曼·欧勒曾经提出过一段非常震撼的观察，他说，今日的法西斯主义是透过多巴胺的干扰与绝望感降临的。二战时期，独裁者是躲在充满毒品的化学地堡里面，而今天我们则是被困在演算法精心为我们打造的多巴胺回音室当中。社群媒体上那些无止境的短影音刺激，正不断地在剥夺我们的深度注意力，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慢性的疲劳与麻木状态。这种透过数位多巴胺造成的认知瘫痪，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化学控制。它让我们在完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自己交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历史证明了权力系统会利用化学物质来工程化人民的服从性。第二，过度依赖资讯过滤泡泡会彻底摧毁我们的逻辑决策能力。第三，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捍卫自己的神经可塑性，抵抗演算法的多巴胺回圈。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历史告诉我们，集权统治往往伴随着对认知的化学与系统性剥夺。从纳粹的军用兴奋剂到冷战的认知控制，权力始终试图锁死人类的思想。在现代，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实体的化学地堡，而是演算法带来的多巴胺成瘾与注意力摄片化。保持你的神经可塑性，拒绝被麻木，这就是你在现代社会最强大的防御武器。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